21世纪的14岁天才少女因狂爆炸，重生成了80年代的5岁小萌娃。人人都说顾家的锦宝命不好，谁接近她准没好事。谁知顾家收养她之后，日子竟一天天好过起来。野兔见了她往树上撞，野鸡往锅里飞，顾家5兄弟更是成了护妹狂魔。80年代末，落水村，数9寒天，一个约莫5、6岁的小女孩坐在大门口，浑身冻得直打哆嗦，看着可怜极了。哎，这天杀的朱桂花，你说她咋这么狠心呢？这孩子才多大啊，她就舍得把她丢在这冰天雪地里就这么坐着？别说她一个孩子了，就是个大人那也受不了啊。就是不管孩子犯了啥错，那也不能这么罚孩子啊。这眼看着天都要黑了，难不成他还想让孩子在这里坐一夜不成？走，咱们去把他叫出来，赶紧把孩子弄进屋里暖暖，要再这么下去非得出人命不可。两人迅速走了过去，其中一人去照顾锦宝，另外一个拼命地拍打着大门。朱桂花，朱桂花，你开门，锦宝冻坏了，你赶紧把他弄进屋暖暖。可任凭他们怎么砸门，院子里却是一点动静也没有。这个天杀的朱桂花，看来他是铁了心不要这孩子了。可不是嘛，他也真够狠毒的，也不想想当初收养锦宝的时候，大队里可是给了他300块钱的。现在钱进了他口袋，他就想把孩子推出来，有这样的好事吗？哎，你看，那不是顾老太吗？是他，是他，快把他叫过来。其中一人立刻朝着远处的顾老太喊了起来：顾老太，你快过来，你孙女锦宝快要被冻死了，你赶紧来看看。顾老太见有人喊他，他立刻就迈步朝这边走过来，一看就是个利索人。咋了？顾老太，你快看看吧，你家锦宝在这坐了1天了，我看这孩子怕是不行了。朱桂花又不肯开门让孩子进屋，真是急死人了。顾老太见状，立刻过去抱住了锦宝，叫了2声：锦宝，锦宝。锦宝听到这个声音，她缓缓地睁开了眼睛，颤抖着声音叫了一声：奶奶。小姑娘才只有5岁，身上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，又在这冷风里坐了1天，还有一口气，已经算是命大了。哎，好孩子，你等着，奶奶这就找朱桂花算账去。她转过身来，用力地拍打着大门，嗓门惊天动地：顾铁牛，朱桂花，你们给我死出来！再不出来，我把你们给砸了！听到顾老太的声音，屋里的顾铁牛不由得瞪了朱桂花一眼。我早就说了，让你别做的太绝了。现在好了吧？咱娘来了，我看你怎么办。哼，瞧你那点老鼠胆吧！你娘来了又能咋的？你看着吧，我今天就把这个小扫把星给推出去。打开大门，朱桂花正要说话，却被一股大力一下子给拽到了外面。接着只听啪啪2声，她的脸上就结结实实的挨了2个大耳巴子，直打得她眼冒金星。这2个耳光扇的那叫一个响亮，那叫一个痛快。这时候已经围了不少人过来看热闹，众人看到这一幕，只觉得痛快无比。这朱桂花平时可没少在村里作恶，仗着自己一张厉害的嘴，整天不是骂这个就是咒那个，也就顾老太治得住她了。朱桂花被打闷了，捂着通红的脸，又惊又恼地看着顾老太：你打我干什么？6年前她刚嫁过来不久，就撺掇着顾铁牛从老顾家分出来，自立门户了。打那之后，他们家和老顾家就没再来往。哼，打你怎么了？老娘打你还要挑日子不成？要我说，打得好，朱桂花你就该打。你看看好好的孩子让你糟蹋成什么样了，差点连命都没了。有你这么当妈的吗？你们知道什么？这孩子不老实，不光撒谎还偷东西，我再不教育他，他以后还不得进监狱啊！我这都是为了他好。哼，你可别满嘴跑火车了。锦宝是什么人我们还不清楚吗？这孩子老实得很，别说偷东西，就是平时给他块糖吃，他都得拿回来交到你手里。你跟我们说他撒谎偷东西，你真当我们傻呀？就是朱桂花，你要是不想要孩子了，你就直说，用不着这么拐弯抹角的。可不是嘛，锦宝这孩子这么乖，在你家干得多吃得少，你还不满足，到底还想怎么样？见他们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，朱桂花也不藏着掖着了，索性就直接说道：对，你们说的没错，我就是不想再要他了。就他这样的丧门星，我再把他留在家里，那只会害了我们全家。你们也别在这说风凉话，真有那个好心，倒是把这个丧门星给带回去养啊！一听到这话，原本还护着锦宝的大婶吓得一下子就推开了锦宝，自己也躲得远远，像是害怕会被锦宝赖上一般。其他人也都瞬间低下了头，一句话不敢说了。不过这也正常，这个年月，家家户户都穷得叮当响，能吃顿饱饭就不错了，谁会愿意收养一个无关的孩子？哼，刚才一个个不是挺能说的吗？怎么一说要把丧门星给你们，就都吓得不敢说话了？我还以为你们有多大的能耐了，原来也不过如此啊！朱桂花，你要是再敢叫锦宝丧门星，信不信我拿大粪水往你这臭嘴里灌？顾老太本就长得高壮，
气势又足，看着倒一点都不像个老太太。朱桂花对她还是有畏惧之心的，闻言更是吓得立刻捂住了自己的嘴。没人注意到，一旁的锦宝已经清醒过来。她本是21世纪的天才少女，10岁时就被一个十分神秘的组织找到，之后一直跟着师傅，也就是组织里的老大学习做实验，一直到14岁。然而1个月前，因为一次实验失误，她被炸得尸骨无存。之后，她就穿到了80年代和她同龄同姓的5岁小姑娘锦宝身上，而原主已经被饿死了。21世纪的14岁天才少女因狂爆炸重生成了80年代的5岁小萌娃。人人都说顾家的锦宝命不好，谁接近她准没好事。谁知顾家收养她之后，日子竟一天天好过起来。野兔见了她往树上撞，野鸡往锅里飞，顾家5兄弟更是成了护妹狂魔。接上集，顾老太走到锦宝面前之后道：朱桂花，你不是不想要锦宝吗？行，从今天开始，锦宝不再是你们的闺女，我把她带回去养，她和你们再没有关系。朱桂花一听说顾老太要把顾锦领走，激动的差点没跳起来。这可是你说的啊，是你自己说的，我可没逼你啊，大家都听见了，我婆婆亲口说的要把小丧锦宝带走的，大家可都给我做个见证。朱桂花变脸比翻书还快，笑得跟朵花似的，凑到顾老太面前。妈，您可是吐口唾沫砸个坑的主，您今天说的话可不许反悔，还有领回去之后可不许再退回来，我可不会再要了。哼，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，我既然要收养这孩子，就不会像你一样半途而废。那好，我这就去把这丫头的东西都拿给你。说完，朱桂花就兴奋地转身进屋，不到2分钟，她就拿着一个包袱走了出来，一把手交给了顾老太，之后道：妈，顾锦的东西都在这了，我们这就算两清了，从此这丫头可就和我们没关系了哈。看着朱桂花恨不得立刻就和锦宝撇清关系的嘴脸，顾老太就没来由的生气。行，既然要撇干净，那之前锦宝那300块钱也一块给我吧。300块钱？妈，你是老糊涂了吧？那300块钱早就让这丫头花光了，那还有什么钱啊？得了吧，朱桂花，你当我不知道呢？那300块钱，你有1分是花在锦宝身上的吗？你们一家4口吃香的喝辣的，一人都做了好几件新衣服，给锦宝吃的是什么？有给他做几身衣服吗？说着，顾老太就把那包袱打开，将里面几件破的不能再破的衣服抖了出来。看看，这就是锦宝的全部家当了，这都是你们家大妮不穿的，你才给锦宝，你花着锦宝的钱，却让他吃剩饭，穿别人的旧衣服，你不觉得亏心啊？就是，朱桂花，你可真能算计，就是偏心也不能这么偏吧，小心将来遭报应啊！朱桂花转身就钻进了院子里，立刻把大门给关上了。反正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，今天这丧门星你必须带走。朱桂花，你别以为你躲起来就没事了，今天我可以不要这300块钱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你也甭想过痛快了。说完，顾老太低头看了看锦宝，脸上的表情柔和了几分。锦宝，跟奶回家。锦宝立刻乖巧的点点头。虽然他和顾老太接触不多，可他很喜欢这个奶奶。朱桂花从门缝里看到顾老太领着锦宝走了，不由得松了口气，同时恶狠狠地啐了一口。哼，臭老婆子，就知道欺负我！现在把这丧门星领回去，你就等着倒大霉吧。朱桂花认定了，他们家之所以接二连三发生不好的事，全都是因为锦宝那个丧门星，所以他才一心想把锦宝给撵走。不然的话，留着他在家里干活也是不错的。妈，锦宝被送走了吗？顾大妮看着朱桂花问道。送走了，以后啊，这丧门星就该去祸害老顾家的人了，再也祸害不着咱家了。就在这时，突然从外面飞进来一块石头，不偏不倚地砸在了朱桂花的后脑勺上，疼得她眼泪都出来了。哪个嘎千刀的敢拿石头砸我？看我不打死你个小犊子！说着，朱桂花就不顾头顶的疼，转身去开门，就不小心脚下一滑，摔在了地上，疼得她捂着后脑勺大叫：哎呦，疼死我了都！妈，肯定是因为锦宝那个小祸星，不然你好端端的怎么会被石头砸，还跌倒了呢？对，这个丧门星，人都走了，还祸害我，等着，我非弄死他不可！这边，顾老太领着锦宝朝顾家走去，她的心里却开始泛起了嘀咕。她现在跟着大房和二房一起住，家里人口多，光孙子就有5个，2个大的还在县城读书，家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。虽说她当家，可现在冷不丁的带回去个孩子，只怕他们嘴上不说，心里也是要怨的。奶奶，锦宝突然抬起头看着顾老太，一双亮亮的眸子里闪着光，看着分外的动人。咋了，我的小锦宝？奶奶，我很能干的，洗衣做饭喂猪喂鸡我都会，我可以帮你干很多活。其实我也没那么能吃，都是他们乱说的，我每天吃1顿就行了。顾老太一听这话，心里不由得一酸，锦宝这是怕自己不要他了吧？可怜的孩子，以前也不知道受了多少罪，才会变得这么小心翼翼的。
顾老太蹲下身子说道：“锦宝，你放心，奶奶既然说了要养你，就绝对不会像朱桂花似的半途不要你的。从今以后，你就是奶的亲孙女。奶奶，以后长大了，我养你。”小家伙本就长得十分讨喜，大大的眼睛，秀气的小鼻子，樱桃小唇，要不是皮肤被冻得不太好，那得比年画上的娃娃还要好看呢。也不知朱桂花怎么想的，这么好看懂事的小丫头，她也狠得下心来欺负。以前看你闷不出声的，还以为是个闷葫芦，没想到这小嘴这么甜，看来奶真是没要错你。以前顾老太也不是没想过把锦宝要过来养，毕竟她早就看不惯朱桂花虐待孩子了。可是那个时候，她一来顾及着大房和二房，二来她心里也不太喜欢锦宝这丫头，每次见了她，连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，让她叫声奶比杀了她还难。可现在小家伙就像是换了个人似的，嘴巴甜不说，那眼睛看着都比以前灵动得多，整个就是个小狐狸。不过她喜欢，她顾老太的孙女，那就该是这样的。顾家大儿媳孙慧芳正在灶房里忙着做晚饭，二儿媳张彩凤正在院子里水井边洗衣服。看到顾老太领着锦宝回来，她不由得皱了皱眉头，这正赶上饭时呢。婆婆把锦宝领过来干什么？待会岂不是要在这吃饭？她可听朱桂花说了，锦宝这死丫头可能吃了一顿能吃一个成年人的量。想到这里，张彩凤站了起来：“娘，你咋把锦宝领过来了？”听到声音，孙慧芳一下子从灶房里窜了出来，激动地挥舞着手里的菜刀：“锦宝来了呀！快来让大娘看看，这都好些天没见到了。”21世纪的14岁天才少女因狂爆炸，重生成了80年代的5岁小萌娃。人人都说顾家的锦宝命不好，谁接近她准没好事。谁知顾家收养她之后，日子竟一天天好过起来。野兔见了她往树上撞，野鸡往锅里飞，顾家5兄弟更是成了护妹狂魔。大娘，哟，锦宝这都会喊人了，来，大娘给你拿馍馍吃。张彩凤一听，立刻走了过去。大嫂，锦宝肯定在家吃过了。再说，咱家的馍馍那都是有数的，要是给了锦宝，那待会该不够吃了。不就是一个馍馍吗？要是不够吃，待会我少吃一个就是了。行了，先别忙了，都跟我进屋，我有话要跟你们说。顾老太说完，就率先领着锦宝进了堂屋。张彩凤看了看顾老太，又看了看锦宝，心里不由得咯噔一下。婆婆表情这么严肃，看着像是有大事。她之前可是听说了，朱桂花想要把锦宝送人，不想要了，难道？想到这里，张彩凤表情顿时就紧张起来。家里本来就不宽裕，再添个孩子过来，那日子岂不是更难过了？况且这锦宝命里带煞，是个丧门星，这要是到了他们家，那他们家还能有好吗？不行，她必须要阻止锦宝进门。大嫂，我和你说，一会咱娘要是说让咱们收养锦宝，你可咬死口，坚决不能要。这孩子命里带煞，专门克身边的人。你看看朱桂花这1个月。啥？娘要收养锦宝？一听这话，孙慧芳眼睛顿时就亮了起来，把张彩凤贴到一边，就立刻朝着屋里走了过去。娘，是真的吗？你真要收养锦宝？孙慧芳一共生了3个儿子，她早就想要个女孩了，可是肚子不争气呀，一直都没怀上。其实她之前就看上锦宝了，也想着能把她收养过来，却一直没敢开这个口。毕竟收养个孩子不是件简单的事，现下有了机会，她可不得把握住了吗？没错，朱桂花不把孩子当人看，我看不下去，就把孩子带回来了。娘，给我养吧，我喜欢锦宝。哼！张彩凤听到这话，不由得轻蔑的冷哼一声。她说的好听，给她养。现在大家都住在一起，又没分家，她养和自己养又有什么区别？还不是要吃大家的。大嫂，你这话说的轻巧，你知道多养一个孩子得费多少口粮吗？还有穿的、用的，这些我可以不计较。可这锦宝命不好，咱们就是收养，也不能收养这样的孩子，这不是给家里找麻烦吗？这事我坚决不同意。彩凤，你可别听外面的人胡说，我看锦宝这孩子挺好的，长得多俊啊。朱桂花家过得不好，那是她自己的事，怎么能赖到孩子身上呢？怎么是胡说呢？原先桂花家那日子多好过啊，自从这锦宝进了门，桂花家遭了多少事，肯定就是他克的。行了，都把嘴给我闭上，孩子是我带回来的，你要是有意见，只管跟我说，不要一口一个孩子命不好。现在都是什么年代了，还搞那套封建迷信，也不怕传出去让人笑话。娘，我可是为了咱家好，你们要是不信我的，那以后发生啥事，可别怪我没提醒你们。行了，这事就这么定了，慧芳，以后孩子就跟着你。张彩凤气得转身就跑回了二房屋里。本来大房家里就3个孩子，现在又多了一个锦宝，足足比他们二房多了2口人，干的都是一样的活，他们却要多吃多占，凭什么？孙慧芳高高兴兴地领着锦宝回了大房屋里，翻箱倒柜的找出来2件女孩衣服，这还是她之前托张彩凤做的，准备初2回娘家的时候给娘家侄女的呢。现在好了，有了自己的女儿，她自然是要紧着自己的孩子来。打来热水，
给锦宝简单的洗了手和脸，然后给他换上了新衣服。小丫头瞬间就变了个模样，比刚才又俊俏了几分。咱们锦宝可真漂亮啊，这以后长大了肯定更好看。谢谢大娘。谢啥？你现在是我的闺女，以后得叫妈，妈就该疼着你的。妈妈。锦宝真乖，等明天我去集上扯点布，让你二婶再给你做2身新衣服。女孩子的衣服得多点，不能老穿这一身。妈妈，二婶好像不喜欢我，你还是别麻烦她了。孙慧芳不由得愣了一下，不过很快又反应过来，是啊，二弟媳好像确实不怎么喜欢锦宝，还老是说她是丧门星呢。孙慧芳不由得心疼起锦宝来，小小年纪就学会了察言观色，可见在朱桂花家过得多小心翼翼。锦宝，你别乱想，你二婶不是不喜欢你，她对谁都是那样。不过你说的也对，我就不去麻烦你二婶了。等明天我去找裁缝，让他给你做，裁缝做的还好看呢。妈，不用给我做，我有这2身就够穿的了。锦宝大大的眼睛看着孙慧芳，虽然相处的时间很短，可是他从心里喜欢这个新妈妈，新妈妈对她这么好，把她当亲闺女一样待。瞎说，你是女孩子，2身衣服哪够穿啊？你就别管了，这事交给妈了。妈现在去给锦宝打洗脚水。妈，我自己去。你乖乖待着，听话。说完，孙慧芳就大步朝外走去。孙慧芳一共生了3个儿子，大儿子顾一平和二儿子顾一安都在县城读书，只有小儿子顾一康在身边，今年9岁，上小学。这孩子顽劣得很，一点也不像他2个哥哥，就跟那山里的野马似的。这时，一个小脑袋从外面探了进来。锦宝，我可以进来吗？三哥，你进来吧。顾一康被他这么一叫，脸不由得有些红。以前家里都是男孩子，上面2个哥哥，下面2个弟弟，还从来没有女孩子叫他哥哥呢。何况还是锦宝这么漂亮的女孩子，怪不好意思的。锦宝，给你吃。锦宝愣了一下，在朱桂花那能吃饱饭就不错了，水果糖对他来说简直就是奢侈品。看到锦宝的表情，顾一康一下子就笑了起来。快吃吧，锦宝，可甜了呢。谢谢三哥。这时又从外面窜进来2个小男孩，进来之后2个男孩排站，都盯着锦宝看。顾一康立刻拦在了他们面前，挡住了他们的视线。你们别这么看我妹妹，这样会吓到她的。三哥，以后锦宝就住在咱们家，是咱们的妹妹了。顾一宁今年7岁，长得随妈，白净好看，人也十分的聪明机灵。没错，以后锦宝就是我们家的人了。不过我才是锦宝的亲哥哥，你们只是他的堂哥，是不一样的，你们不要搞错了。你们几个该干嘛干嘛去，锦宝要洗脚了。听到没有？我妈让你们走呢。顾一康立刻把2个弟弟往外赶，2个弟弟依依不舍地往外走去。走到门口，虎头虎脑的顾一峰突然站住不走了。小峰，你怎么不走？三哥，我有妹妹了，那我是不是就不是家里最小的了？小峰，说你呆，你还真呆啊，到现在才反应过来。那以后你们是不是就不欺负我了？那怎么可能？就算锦宝是最小的，但妹妹是用来疼的，不是用来欺负的。听到这话，孙慧芳心里不由得一喜，她之前还担心顾一康这个劣小子会带头欺负妹妹呢，没想到他还挺懂事的。目送着2个弟弟回去之后，顾一康转身回来。妈，你也出去跟4虎小虎吃饭去，别在这碍事。孙慧芳仔仔细细的给锦宝洗着脚，就像是在干一件极其重大的事一样，弄得锦宝都有些不好意思了。他还从来没被人这么细心的照顾过呢。不过也看得出孙慧芳是真心喜欢他呀。顾一康不禁有些失落，他怎么觉得自己才是被收养的那个？第2天一早，锦宝起床之后就端着盆到井边洗脸，正好碰上了也在那里洗脸的张彩凤。二婶。锦宝乖巧的喊了他一声，张彩凤白了他一眼，转身就走。顾爱军不好意思的冲锦宝笑了一下。嘿嘿，锦宝，你别在意，你二婶就是那样，不是对你啊。没事，二叔，我不会在意的。这孩子真乖。锦宝，我们一会要去山上捡柴火，你跟我们一块去吧。顾一宁和顾一峰也立刻朝锦宝看了过来，眼神里充满了期待。好啊。好什么好？4虎、小虎，你俩不许去，老实在家待着，以后啊也离这个霍星远点，免得被他连累了。妈，你瞎说，锦宝不是霍星，锦宝是我们的小妹妹，是小福星。对，锦宝是福星。顾爱军，你看看，他们现在都敢跟我犟嘴了。你就别管了，我觉得锦宝挺好的。9点左右的时候，顾一康就带着锦宝还有顾一宁、顾一峰一起朝山上出发。刚走到山脚下，顾一峰就苦着脸嘀咕道：三哥、4哥，我又饿了。小虎，不是哥说你，刚才吃饭的时候你可没少吃，这咋这么快又饿了？行了，也怪不得小虎，早上一人就喝了那么点粥。
那周西的都能看见人影，小虎饿了也正常。三哥说的对，小虎，你别急，等会说不定咱们能抓到只野兔子呢，回去就可以吃上肉了。锦宝今天出来的时候，就感觉到今天一定会有收获，这种感觉很强烈。锦宝，你就别忽悠小虎了，别说野兔子了，连个兔子毛都没看见。我看今天啊，咱们肯定啥也逮不着。行了，都别说了，先找找再说。哥，我想吃肉，我都好久没吃肉了，都快忘了肉味了。谁不想吃肉？可哪来的肉啊？三哥，肉？什么肉？三哥，是野兔。顾一康顺着顾一鸣看的方向看过去，就看到一黑一灰两只野兔子，他顿时眼睛就直了。是的，是野兔。锦宝食指在嘴边比了一下，示意他们不要说话。几个人立刻安静下来，顾一康指挥着，3个人立刻就朝着那2只野兔子围了过去。只有锦宝安安静静地站在一棵大树旁边，就像是在等着什么发生一样。还没等他们靠近，野兔就撒腿跑开了。野兔子的速度那可不是一般的快啊！顾一康3人追着那野兔子跑了半天，愣是连野兔的边都没沾上。就在他们累得半死的时候，那2只兔子却突然调转头朝着锦宝那边跑了过去。锦宝，小心！顾一康担忧地喊了一声，生怕野兔会伤了锦宝。结果下一秒，他们就吃惊地瞪圆了眼睛，张大了嘴巴。那2只野兔在看见锦宝的下一秒，竟然朝着锦宝旁边的树上猛地撞了过去，之后就昏死了过去。三哥，兔子好像死了，被锦宝吓死了。顾一康立刻过去拎起了兔子，看着2只大肥兔子，他乐得嘴巴咧得老大。嘿嘿，这回有肉吃了，都是锦宝的功劳，是锦宝发现兔子的，也是锦宝把兔子吓死的。对，是锦宝吓死的，锦宝真厉害。他们现在越来越喜欢这个漂亮妹妹了，她一来，他们就抓到了野兔子，这不是福气是什么？走，咱们回家去，让奶奶把兔子炖了，今天中午美美的吃上一顿。三哥，把兔子藏到背篓里，别让人看见了。对，还是锦宝聪明。说着，顾一康就立刻把2只野兔子藏到了背篓里。几个人兴奋地走到山脚下的时候，远远的就看到王大壮身后跟着一群人朝这边走了过来。三哥，王大壮他们怎么来了？该不会是知道咱们逮到野兔子，想来抢的吧？王大壮今年13岁，长得又高又壮，是村子里出了名的小霸王，平时就喜欢带着一群小屁孩到处欺负人。锦宝远远的就看到王大壮身后的人群里有个熟悉的身影，正是他之前的姐姐顾大妮，大名顾婉婉。顾婉婉显然也看到了他，眼神先是惊讶，继而变成了轻蔑。他惊讶的是，锦宝才刚到顾家，怎么变得比之前还要好看了？不过再好看又有什么用？等会顾家几个孩子被打了，他们就会知道锦宝是祸害，是因为他们才会被打。顾家自然就会觉得锦宝是祸星，就会把他赶出顾家。顾瑾，前一世我输给了你，这一世我可不会再让你那么逍遥自在了，哥哥。别理他们，咱们就像平时一样走咱们的。说完，顾一康就旁若无人的继续往前走。虽然他表面上十分镇定，其实心里也有点慌。这要是放在平时，他自然不怕王大壮，可现在他背篓里有野兔子，还要保护锦宝，要真打起来，只怕会很麻烦。就在快要接近那群人的时候，锦宝突然开口说道：三哥，咱们快点回去，告诉爸妈，咱们发现野兔子窝了，好多的野兔子呢，让他们赶紧去抓，不然一会可就晚了。说完，他又突然叹了口气：也就是咱们人小，抓不到野兔子，不然自己能抓就好了。大壮哥，你听到没有？小扫把星说山上有野兔，咱们也快点去抓吧，晚了可就抓不到了。是啊，大壮哥，快点去吧，要是等大人来了，咱们就什么也捞不着了。王大壮有一丝犹豫：大壮哥，锦宝鬼点子可多了，你可别被他骗了，山上肯定没野兔了，要是有，他们自己就抓了，干嘛还要让咱们知道啊？王大壮一听这话，顿时觉得有道理。顾以康，你竟然敢让你妹妹唬我！王大壮，你确定打得过我们3个吗？王大壮不由得有些犯嘀咕，顾家这3个小子可是出了名的能打，尤其是顾一康，要是单挑的话，自己倒是不怕，可对方是3个呀，万一要是输了，那自己以后还怎么混？就在他犹豫之际，顾一康已经带着锦宝3人大摇大摆的离开了。大壮哥，哼！顾婉婉生气了，他可以肯定顾一康他们的背篓里肯定有野兔，
不然他们不会这么急着走的。可王大壮明显是怕了，他也没什么办法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锦宝他们回去。这边顾义康四人刚回到家，顾一宁就像个小喇叭似的四处广播：奶奶、爸妈、大伯、大娘，我们抓到野兔子了，2只呢，可肥了。啥？抓到野兔子了？是你们哥俩抓到的？我就说嘛，我2个儿子有本事着呢，这大冷天的，就是大人也未必能抓到野兔子啊。不是我们抓的，是锦宝抓到的。四虎，你可别胡说啊！她一个小丫头片子能抓到野兔子，我咋不信呢？该不会是你们兄弟俩抓到了，硬说是她抓的吧？一宁，你可别傻啊！这种好事没有往别人头上安的啊！妈，真是锦宝抓到的，不信你问三哥和小虎，他们俩都看见了。是锦宝抓的，锦宝可厉害了。哎呦，我的乖乖哟，今天这是真该让朱桂花也来看看，让她再说你是霍星。霍星能一上山就抓到这么肥的兔子。看着顾老太那得意劲，张彩凤就特别的不高兴，撇撇嘴，哼，不就是2只野兔子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瞎猫碰到死耗子罢了，也值当拿出来说。奶奶，是哥哥们和我一起抓到的。好好好，都是好孩子，奶今天豁出去了，给你们做顿好吃的。上次你二姑送的米还剩下半袋，等会做上一大锅的白米饭，再把兔子肉炖上，炒个大白菜，咱们美美的吃上一顿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终于又能吃上大白米饭了。几个孩子一听，不光能吃上兔子肉，还能吃上白米饭，都笑了起来。对于孩子们来说，能吃上顿好的，那比什么都开心。张彩凤恨得牙痒痒的回到屋里，这日子还过不过了？总共就那半袋米，还想着留过年的时候吃呢。现在这不年不节的，又是兔子肉，又是白米饭的，要光是咱们吃也就算了，还要便宜那个小祸星，真是气死人了。我看你不是心疼大米，你就是看娘对锦宝好，你不自在了。要我说，你这就是多余，人家锦宝还抓到了2只野兔子呢。等下你不吃了？你知道什么？小祸星自己都说了，那兔子是他们一起抓的，怎么就成他一个人抓的了？行了行了，人家锦宝那是懂事，故意这么说的，你还当真了？我看你啊，还不如个5岁的孩子呢。顾爱君，你还是不是我男人？你不向着我，却向着那个小祸星，你脑子进水了是不是？我这是帮理不帮亲，你做的不对，我自然不能向着你。还有，你以后少小祸星小祸星的叫，当心让娘听见，找你的麻烦。好，你们都不信我，等出事了可别后悔。灶房里，顾老太和孙慧芳忙得热火朝天，浓郁的肉香味顿时就从锅里飘了出来，让人垂涎3尺。几个孩子早就等得迫不及待了，一个个拿着碗在门口等。奶奶，啥时候好啊？看你们一个个馋的，马上就好。这边朱慧花从小卖店回来，刚好路过老顾家，她忍不住就停下了脚步。这锦宝来老顾家也1天多了，按理说这老顾家也该出点事了，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？朱慧花刚要往老顾家门口走，就看到隔壁的王婶子从院子里走了出来，她立刻笑嘻嘻地凑了上去。王婶，吃过了吗？还没。桂花，你今天怎么有空过来了？王老婆子长得贼眉鼠眼的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。路过，顺便看看锦宝在这待的咋样了。对了，王婶，你住得近，有没有听到啥动静了？动静倒是没听到，不过你闻闻，这是啥味啊？咋这么香？是不是从老顾家飘出来的？好像是肉味，不过他家穷的叮当响，饭都吃不饱了，哪来的肉啊？走，看看去。